在当时有数万人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非常多专业的青铜器的工匠，但是问题是，这些人后来都凭空消失了。三星堆这些人到底是从哪来的？他们到底去在哪里？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里面2、3千年前，他们可以有这么高的一个工艺？这个金珠它有一个名词叫炸金珠，对，炸金珠，它是像我们在炸元宵一样做出来的。3200年前，你有这样的化学知识，知道这样在温水里面用这种方式，它可以炸出这么一圆形的金珠，而且炸得非常圆，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现在看到的这个黄金面具，它其实薄的只剩下一张纸而已，对，0.2毫米。那你怎么锻造出？怎么做出来的？三星堆文明这种金箔的出现了，你不要小看它，比西方世界多1500年。对，多1500年。《山海经》其实是中国一个非常神秘的书。刚刚讲，没想到它的这个所谓的青铜神树跟这个扶桑树是一样的。《山海经》里面讲到中国的春神人头鸟身，最主要是人头鸟身。三星堆出土的那个青铜人像啊，它有一只，你看它这个。也像人头鸟身，对，人头翅膀你看就很清楚是鸟身嘛。三星堆曾经被刻意毁坏过，可以，它很多青铜器出来。我们之前讲过，商朝是被刻意的遮掩、毁灭，等于说今天三星堆也有同样的故事。中国近代考古最神秘、最伟大的发现，当然就是三星堆，在历史上面。没有记载过这个文明，在整个中华大地上面，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可是当它的文物出来以后，惊动武林轰动万告，因为它的青铜面具、它的神鸟、它的神树，那些锻造跟焊接的这个技巧，根本不是2、3千年前能够达到的。一个2、3千年前对于青铜器就有这么高的掌握能力，而且它的焊接技术根本就很多是近代文明才能够做到的。那这个文明当时怎么办到的？更可怕的是，这个文明里面没有任何人类的遗址。你想想，这么伟大的东西，怎么可能没有任何人类的骨骸，没有任何存在的痕迹？难道他们从天而降吗？那如果他们从天而降，他们最后又到了哪些的地方？那这些文明做造的这些人，到底他们是谁？中国当然对这个事情非常好奇，他们当然继续的挖掘。之前我们看到挖了2个坑就已经是惊世骇俗了，现在已经挖到了7个坑、8个坑以后，我今天解决了很多的谜团，但没有想到更多的谜团还有存在在后面。因为现在可以确定说，在当时有数万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非常高明的水稻文明，因为有水稻文明，所以我可以养活很多人，养活很多人，我就可以做一些专业的分工。这里有非常专业的玉匠，这里有非常多专业的青铜器的工匠，但是问题是，这些人后来都凭空消失了。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谈到了商朝，你知道吗？三星堆的文明跟商朝的文明有非常神秘的连接，而这个神秘的连接甚至被认为说他们之间有所谓的兄弟关系。所以还是那个老问题，三星堆这些人到底是从哪来的？他们到底去在哪里？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里面2、3千年前他们可以有这么高的一个工艺？难道他们真的跟外星文明有关吗？好，我们今天当然又非常高兴的邀请了刘才荣刘师长来跟我们讲故事。师长你好。宝杰好，大家好。好，那师长刚刚讲的是三星堆，我觉得百听不腻，百讲不厌，我都太多神秘的故事了。2、3年前讲，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文明，居然就出土了。出土了之后呢，刚刚讲以前挖了2个坑，现在挖了7个坑，挖了7个坑，解释更多东西之后，没有想到更多的谜团在后面。对，宝杰有一句话形容三星堆文明，叫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但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哇，这么厉害吗？我告诉你更厉害，因为这句话出来是形容在1986发现这个三星堆文明开挖，才挖2个坑而已，挖2个坑就得到一醒惊天下的这种美名。那现在从2021开始又开挖了一次，开挖2021到2022，开挖这次开挖了6个坑，到6个坑。那如果跟第一次比较，1986那一次比较，大概19862个坑出土的文物大概有1000多件，有的时候1000多到2000，大概就这样子。这一次6个坑出土了13000多件，多了10倍。对，那多数量多还不重要了，重要是说它多代表什么意义？它等于说
考古东西是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嘛。那他这一次出来了，推翻了以前我们很多的认知。以前我们讲三星堆是以世独立、横空出世的一个文明，在中华大地好像它是荒外的，是突然间出现的，没有人知道它存在过。但这一次出来，也有它证据显示不是，就像你刚才开头讲了。它跟商朝就像是一个以前血缘是一个同一祖先，对，然后来到差不多3000多年那个朝代4000多年的时候啊，他们分家了，兄弟分开失散了，发展了一两千年，三星堆文明出来了，对，商朝的青铜器文明出来了，各自发展不同的风格。它是来自同源，对，血缘关系非常的密切。等一下我特别讲这一块，所以三星堆这一次的挖掘它很重要。证明它不是一世独立的一个文明，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文明。跟刚才讲跟什么外星，因为以前没有办法解释，对，所以很多就跟他说这是外星文明的一个后代。2024有一张网络图片在大陆风靡啊，是什么？一个飞碟降落在三星堆，那飞碟也拍出来了。哇，大家你传我传。结果逼着大陆官方出来证明说这是 P 图，这是谣言，所以大家把三星堆一直要跟外星做连接。在最好奇的地方，对，这是我们比较正统的，它其实跟历史是比较有关系，跟商朝是有关系的。那第二个，这次出来证明说三星堆，以前我们讲三星堆，我非常喜欢看。大陆我很多朋友考古学者，我们在聊的时候，在说，如果以中国的那个考古发现成千上万的。你最先喜欢哪一个？我们一同票选的，几乎都是三星堆，太神秘了，神秘魔幻，像看魔戒、哈利波特一样魔幻，它充满魅力，充满魅力，所以它这个文明大家票选的一定多。余秋雨也是选三星堆啊。那我们讲说三星堆这样的一个魅力，它魅力到什么程度？我插一个小故事给大家。我2024当时这个三星堆这次挖掘的一些考古报告研究。我大陆的那些考古界的那个朋友就寄了一些文献给我看，我一看就入迷了。那我老婆有一次出来，我在书房看这些资料的三星堆的资料，我老婆拿一个洋葱，说叫我等一下你帮我切，然后泡水，省得就那个他切的时候会熏到眼睛，那个里面有隐形眼镜很麻烦。他拿给我那个洋葱就接在手上。那我刚才讲，我正在看三星堆的这些文献资料。我一看那个手就像定格一样，那个洋葱我拿在手上，然后资料我一看了1个小时没有动。我老婆出来说：“我那个洋葱你还没帮我切？”对，真的是这样的，它很迷人，非常迷人，很有魅力。OK， 那我们说这一次三星堆出土了6个坑嘛，13000多件，它推翻了我们一些想象，那也增加了一些谜团。我们从7号坑开始看了，这次的7号坑，7号坑，你看它这边有这个分布图嘛？1号坑是在最上面，跟上次挖掘的2号坑在蓝色的部分，红色的部分是这些坑新开的。对，那7号坑出土了2样东西，我们回过来看，出土的2样东西是很惊讶的，是这个金珠。我们讲金珠，它在挖掘的时候，这次挖掘的时候发掘金光闪闪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坑里面有发现有很多大小不同颗粒的那种金珠，黄金，后来检测出来是99%纯金，非常纯，非常纯。然后这个金珠旁边还有一个像虎头一样的这个金器，这个黄金虎。那这个黄金虎做什么样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办法把它归纳在祭祀用了，还是要真的要砍杀什么的。那基本上砍杀不太可能，因为它没有开刃。它刃部这边厚1公分，要砍要杀不可能用1公分，所以它也是金子做的，也是黄金做的，而且这个它有3个凹槽，它做的很特殊，有3个凹槽。那这个中间那个凹槽里面呢，它有镶嵌了一些绿色的东西。那这些绿色的东西也是在检测中，不知道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检测出来13000多件，检测出来，然后把它编码了，只有500多件而已，所以它有很多了。我说，即使13000多件都给你整理出来，1号坑的那个几千件也整理出来，你知道这些东西跟整个挖掘，考古界在讲说，它只不过是占三星堆的1%到2%而已，还有很多没出现了。
这个地方，三星堆有这么多东西，这个地方恐怕要100年、200年以后才会把它整个所以那是一个瓦解清楚吧。非常大的一个领域。然后刚刚讲有这么多人，就没想到这么多人存在的地方，在中国的历史居然就没有介绍过。刚刚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金珠开始介绍？这个金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炸金珠。哎，那个炸金珠刚刚讲到，它的纯度是99.99%哦，等于说你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提炼才有办法做到这么高的这个纯度的金子哦，在三星堆就已经可以做到99.99%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纯度。第二个重点是它的制造工艺太特别了。对，而且我们在以前曾经在聊的时候讲过说，世界上有一种文明，这种文明超越它当代人力或者知识所能做到的，但是它就是有这种东西留下来。欧帕兹文明，对，三星堆这一块基本上也有这种东西。我们讲这个金珠啊，这个金珠就是这个金珠很圆，它里面的出土其实很多大大小小几公分到几毫米小金珠、大金珠了很多。那这个金珠我们在讲说它怎么做成呢？它其实超越当代科技。这个金珠它有一个名词叫炸金珠，对，炸金珠，它像我们在炸元宵一样做出来了。炸元宵一样，对，古人有这样的一个知识，三星堆有这样的一个古蜀人有这样的一个知识，不晓得他们从哪里得来。他们做法是怎样？这个金珠它是把金子先刚才讲它99%纯度嘛，对，先把它融化，融化以后它要拿一根管子，这个管子就是控制你口径了，就控制你金珠的大小。哦，你可以像大吸管喝珍珠奶茶了，也可以小吸管喝饮料用的。这个基本上这个管子的口径它是跟金珠大小成正比了。它这样把这个烧融的那个黄金这个液体灌入这个管子里面。这个管子因为它是溶液嘛，液体它会慢慢往下流到那个管尖的时候，它咚一滴下来，跑到水里面。它底下要用个温水，冷水也不行，热水也不行，要温水。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化学知识，温度刚刚好。对，要温度刚刚好。这个黄金的液体它咚下去以后，在温水里面，因为很热嘛，它噼啪啪一直跳，等那个水平静下来的时候，它形成了一个像我们看到正圆形的金珠。所以这个叫炸金珠嘛，因为噼啪啪一直跳像滚沸腾一样。所以这个炸金珠的工艺在我们想象中，在以前3000多年，它这个文明大概最巅峰的时候是3200年前嘛，等于商朝中晚期的时候。3200年前，你有这样的化学知道这样在温水里面用这种方式，它可以炸出这种圆形的金珠，而且炸得非常圆，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我们再看。它其实除了这个炸金珠，同样这个坑里面有刚才讲7号坑嘛，7号坑里面有出土了一个东西叫银铁，银铁对。那这个银铁它其实出土，我们把它拼凑，这个是失忆，这个是商朝的青铜液，因为它跟商朝很接近嘛。那这个三星堆的文明出土的，刚才讲在三星堆这个7号坑里面出土了几块的那个乌漆嘛黑，当时考古学家在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已经不简单了。要挖掘的时候，是不是在里面直接开挖，把它旁边土剥掉拿起来？它是整块像箱子一样，连旁边的土一块怎么挖上来了？挖上来到那个实验室里面去慢慢清理，去慢慢看。对，后来看它其实是一块银铁，那它的形状像什么？形状就像商朝这种斧钺。青铜斧钺。对，那我特别拿出来比较是商朝这个斧钺，它是我们叫铜叶铁刃，它前面这一块部分有锈蚀的这一块部分是铁，是银铁，后面那一块是铜了，是青铜，所以叫铜叶斧刃。那这个商朝这个已经有点锈蚀了，那在三星堆这一块，刚才讲它这些银铁呢，把它拼凑起来就是一个斧钺的形状，那长度大概现在看起来有20公分长，20公分长。那宽度呢，从上面到下面，大概从5公分慢慢延伸出来到8公分，大概这样一个规格的一个斧头，不大。所以大家讲说，它可能是用来切割的，或者用来敲击用了，或者是也可以当器使用。那这个斧钺，我们看刚才那个饮食那个照片了，那个
陨石它很特殊，这个陨石对，我们看右上角那个就是右上那个，那再下去有它更细的那些陨石块，对这个陨石块它拼凑起来就像一个五轴。那这个陨石块它很特殊，它跟以前在中国大地上所出现的铁陨石完全不一样，它硬度很硬，它比所有的陨铁石还要硬。陨铁已经很难打造了，陨铁已经很难做了，对，就它这个陨铁还是成分更强硬的陨铁。一般我们讲天上掉下来的陨铁啊，通常啊，像以前考古发现，通常在那个镍的含量通常在5%到10%，镍它会产生很高的硬度。那镍以外，通常一点点钴，大概就这样子。那三星堆这一块银铁检测出来不得了，它镍的含量19.84，这么高。刚才讲5到10而已，它等于对比1倍的成长嘛，19.84。那19.84，另外铁的部分差不多77.8，所以它镍的含量很高，很高代表一个意嘛，硬到不行的一块银铁。那这个银铁，你如果硬到不行，刚才讲了，以当时的技术，商朝那一块银铁就已经掉了，都已经5%到8%，对，都已经大惊世骇俗了。这一块19.8%，它可以把它打造成这个像小虎头这种形状，对，怎么做到的？完全用陨铁，不可能。以前的炼铁、冶铁技术，你要烧人，你要烧熔，要锻造，那都很难，不太可能。但它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讲说它也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一块银铁呢，经过一个检测，比较科学的一个检测，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叫里面它出现一种纹路，叫魏德曼花纹。这种魏德曼花纹里面有这种魏德曼花纹的，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发现过2块，一个三星堆，一个是非洲的纳米比亚。那这个魏德曼花纹很漂亮，很漂亮。你看这个图片，它像纵横交，像亮晶晶那个纵横交错的那个线条啊，对，线条。那这个魏德曼花纹它是怎么形成的？它很不简单，它其实是一种晶体，结晶体。我们讲说几变体、6变体、8变体那种结晶体。它这种东西是这个陨石，当时在几亿年前或者几十亿年前在太空中漂流，还没有到地球来的时候，那太空中我们知道它温度会缓慢的下降，离太阳越远的越冷，或者说离以前宇宙大爆炸时间啊越久的，它就会越来越冷，因为能量越来越弱，宇宙大爆炸以后的能量越来越弱，所以它越来越冷。但这个冷因为太空中真空嘛，对，没有空气的传导，所以它温度下降的很慢很慢。它大概每100万年下降1到10度。100万年。你说这个陨铁本身自己下降1到10度？对，那你看你这个陨铁在太空中飘1到10度，它会形成里面那个结晶体的变化。大概我们看这个魏德曼纹路啊，它只能形成到1公分。100万年形成1公分，那你形成这样一块这么多的这种魏德曼花纹出来，数亿年了，几亿年，所以这块银铁非常珍贵，而且它说镍含量特别高，所以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块银铁。那问题这个魏德曼花纹也好，银铁也好，我们要回到三星堆，是三星堆当时的一个古蜀文明，3200年前，3000多年前，对。怎么把它打造成这个？对，你怎么锻造的？所以我们讲说三星堆它很有魅力，是锻的一些很魔幻的东西，那个谜题出来，你无解，有的解开了，有的新的谜题又出来了。是。好，那刚刚讲的，因为这个特别是在哪里？特别是它的这个工艺不是那个时候可以存在的，它工艺有2个地方，第一个是你要去烧熔这些东西，你要非常高的温度，你要高的温度里面，以前你没有火炉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打造这么高的温度。那你在3000年前，你的温度怎么样可以上升到3000多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你要做焊接，那你的焊接技术又从哪来的？那这个刚刚讲到的，你的金珠、你的斧钺是陨石做的，那个已经非常特别咯。今天这个被称为是月光宝盒，这个看起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珠宝盒，你看起来不特别，可你知道它所有的衔接点都是焊接的。可是你3000年前怎么做焊接呢？对，刚才讲的那一块是7号坑发现的，这一块是5号坑。5号坑在考古界也说它这边有一个镇坑之宝，发现一个镇坑之宝。我们讲说镇馆之宝，它镇坑之宝最珍贵的就是这一个，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了，它
定名叫龟背格纹青铜器。它像一个乌龟的背，龟背格上面有那个铜条啊，一格一格的龟背格纹青铜器。但一般人比较喜欢说，它这个看起来像月光宝盒，月光宝盒，因为这个龟背格纹青铜器它做的很精致。你其实看它那个前面那边啊，这边它像以前我们那个轿子啊。或者商代、汉代的时候叫步辇，步辇就是那个皇帝要出行的时候，有9个宫女抬那个2根棍子，长棍，然后长棍中间摆一块板子，板子上面再放个垫子，皇帝坐在上面那个步辇，走步那个步，一步两步的步辇，步辇对。它有点像步辇，它也是2根棍子，要中间放这么一块东西。那个你看它前面。底下这个铜棍前面有龙头的那种设计，所以表示这个以前可能是一种很高级或者王公贵族甚至是国王所拥有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龙的文化。对，有龙的文化非常多，三星堆也出现非常多，等一下会讲到。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叫镇坑之宝？它里面有很多不简单的东西。我们说一分真迹一分话嘛，它证明的，你看它其实在这个每一个铜条连接的地方。它是用焊接形式，非常清楚有焊接的东西出来。对，我们以前讲到青铜树的时候，青铜树也有焊接嘛。那有时候你会讲说，那个是不是一种巧合，还是单一东西很难证明？对，它其实现在出土的东西，焊接的东西越来越多。对，那以前那个时代他懂得焊接，这第一个。所以这个所谓月光宝盒有，那月光宝盒它其实那个铜格底下那一块是整块的玉石。下面是个玉，对，这个规格大概40公分到50公分，等于办公尺大小的一块东西，蛮重的，蛮重。那里面是一块玉石，那因为现在啊，它其实在侧边，宝姐你仔细看侧边这边有一个像黑黑亮亮银色的那种，它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空心的管子。那考古界很好奇的是，这个管子它其实有插上一个插销，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破解出来，它其实像现在那个我们叫五金行卖的那个活页板，我们家里那个门啊，门你要推开，旁边一定有2块上下2块的活页板可以打开的。那活页板中间不是有那个管子，有那个插销吗？对，就是古代的活页板。所以它是可以打开的，可以打开的，可以打开。但现在打不开，是因为它太久了，卡住。可能要慢慢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清，所以它是有卡榫的。对，有卡榫了。本来这个铜跟那个玉的部分是可以打开来的，所以它的设计非常精巧。我们也懂得插销，也懂得那种活页原理，它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它打开。那这个刚才讲说，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第一个焊接以外，它还出现了一种东西，丝织品。里面有丝织品。丝织品对。它现在因为它这边出来经过几千年的风化嘛，丝织品是蛋白质的东西，蛋白质的东西在风化掉很快。那这个丝织品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它把这个铜条呢，其实有包护，有用丝织品包护，然后铜跟这个玉石中间避免摩擦，也有一块丝织品。是做这么仔细？对现在有把它看到那个纤维拿出来，对，古代的丝织品。不是，而且是红色的，是红色，很清楚的。它会染色，它有染色的能力了。对，所以你看它当时的这个技艺，它跟我们想象的一个茹毛饮血的时代不太一样，它其实已经发展到丝织品出来了。所以他们说这个镇坑之宝。那镇坑之宝，我们在讲说为什么他说月光宝，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铜丝带，你看那个在最后面有一个。那个叫铜飘带，他做这个铜飘带干什么？不知道，他也可以抬啊。那难道为什么说它像月光宝盒？因为如果这个铜飘带是现在我们像皮包一样的背带，它背起来这个形状就像月光宝盒的一个形式。所以这个是镇坑之宝，5号坑出土了。那5号坑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这个是刚才讲青铜树，青铜树它可以有焊接、铆接、榫接呢。对，因为当时青铜神树里面就会讲，即使你现在要用现在的技术去还原，你都还原不了，而且它卡榫卡的是非常的精密。你既然又可以卡得非常的精密，你又可以用焊接，用现在的工艺竟然无法还原，所以这个一出土了以后，大家才等于说给它轰动，乌林给它都蛮高，怎么可能有这个东西？对，这
一次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其实现在最新出土从3号到8号这个6个坑里面也发现很多的青铜器，它跟这个青铜树其实有很接近的一个地方，它证明以前这个三星堆有不可思议的一种所谓物理化学的一个认识，而且它做得到。这个青铜树它最厉害的地方呢，最厉害的地方。我们看它中间一颗，这个我去现场看过，大概将近4公尺高，它3.96公尺，超过4公尺，很高。它不能出国，它只能去大陆看。台湾如果出展的，一般出展的可能是仿造的或者比较小型的青铜树。那这边你可以看，它旁边有九只那个分叉的树枝，有9只鸟在上面。那你知道这个鸟的鸟爪，它是很尖细的。很尖细，那个枝呢是有弧度的，它不像整块模板或一压很快。以前古代做这种所谓的这个青铜器啊，它就是用范嘛，模范的范，它是用三明治一样夹板做出来，中间留一个空凹注入进去，叫绞注嘛，绞注把它灌进去就可以。那它这个不一样。它很活泼，三星堆文明，我们在看它东西的时候，如果你纯粹从艺术眼光来看，它还是独一无二，太漂亮了，很高度的艺术的。它中原本土的出土的东西呢，它像盆栽，大宗至正，规矩方圆，非常讲究，但它缺乏那种三星堆文明那种野蛮的一种生命力，它爆发出来很活泼。那你看它这种，刚才讲要有这种弧状了，要有很多尖角，你注意看它上面很多尖角，包括鸟爪，包括树枝的，对。它证明跟这一次出来青铜器在检测的时候，发现三星堆的这个古蜀人啊，他掌握了一种技术，跟中原不一样啊。中原是绞铸的，它也是用绞铸的没有错，但是它多了2种。它这个铜枝里面加入一种叫磷的东西，磷。那这个磷有什么好处？它可以让这个铜液啊，这个铜的液体像水一样的那种水流一样，它更软化哦。所以它这个在灌注的时候，它可以流到最尖角的地方去，所以加了磷。这是三星堆搞出来的一个神秘谜团。我可以做得更细就对了。对，你一般如果要灌这么细，你铜如果烧出来，它那个汁液是比较浓稠的，你跑不到尖角的地方，它就凝固了。对，它要用磷，它用磷加进去。那另外刚才讲说，它其实出土的哈，我们在往下看，它其实出土的东西，它是有我们讲秦始皇的兵马俑，兵马俑出土的时候是彩色的，是吧？那是一碰到空气以后氧化了，对，氧化以后它才变成那种颜色。但三星堆不一样，三星堆它告诉我们是它以前这个青铜器其实呢是彩色呢。是彩色，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青铜人像，对，它原来都是彩色的。原来的情况是彩色的，那它只有2种颜色，黑白跟青铜本身黄金的颜色，3色去混合出来。那现在我们在检测这一块的时候，它有2个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是它为什么只用黑跟白，它没有能力做其他东西吗？当然不可能。他刚才讲高度文明那么多了。为什么特别选择黑跟白？跟商朝有关系，等一下我会讲。那黑跟红哈，对不起，黑跟红跟商朝有关系。那黑跟红，我们看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是这个科学家很惊讶，它是用一种叫喷涂的方式，它不是用刷子这样刷出来。喷涂对，喷涂像什么？我们现在汽车，你知道去看汽车烤漆的时候啊，有一个喷枪砰，对，那有什么好处？它可以喷得很薄，颗粒更细，对，很均匀，很均匀。它是用喷涂的方式把这个颜色弄上去，那而且喷了5层。第一层如果是黑色，那就黑；第2层就红，黑红黑，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第1层是黑色，对，它一层一层叠上来了，叠上来以后，你要画眉毛啊，青铜器有眉毛啊，有眼珠子什么之类的，有龙的话有龙鳞片啊，它在填色要先描以后描绘，然后再填色把它上去了。那这个颜色现在从化学的一种检测出来也很厉害，它以前是什么？拿那个漆树的生漆，然后去调和那个碳粉。黑色的部分调和碳粉，
它就做出这种黑色的颜料出来。那如果生漆调和朱砂，变成红色的东西，你看现在出土了已经几千年了，那个红色的东西还很鲜艳了，还很鲜艳。对，所以它是第一个，它告诉我们是有彩色的一个世界，很亮丽、很鲜艳的。然后它做出来这种涂装，有它那个很特别的地方。它这个涂装啊，那个我们如果以现在比较更高科技的检测，科学家惊讶是，它大概厚度是每一层厚度是50微米。50微米什么概念呢？我们拿一张 A4 的那个纸啊，一半厚度只有一半。对，所以它以前可以做到这样，你用油漆刷，随便一刷就超过这个50微米。所以它要用喷的。对，它用喷的。而且你要用喷的，第一个你的喷嘴怎么设计，第二个是你的那个浓稠度要怎么去调配。对，那都是非常难的。对，他们都做到了。那种物理化学这是以前不可能存在嘛。而且用喷的才可以非常均匀。对你看这个也是一样哦。这旁边这个是叫虎兽龙，它虎头龙身很高，尾巴很高哦，尾巴很高。这个出土的时候很奇怪，它证明了三星堆所有的我们以前说1号坑、2号坑有东西被砸碎，青铜器砸碎了，不知道到现在还是一个千古之谜。这个龙身虎头龙身也是一样，也被砸碎，砸成三块，而且它身体跟头跟底座的部分是不同的坑找出来，然后慢慢去把它拼接出来，哇，bingo，原来是这一块。三星堆曾经被刻意毁坏过，可以，它很多青铜器出来。我们之前讲过，商朝是被刻意的遮掩、毁灭，等于说今天三星堆也有同样的故事。对，而且很多后来发现它很多的青铜器，尤其比较大件啊。大件出来，就比如说尊或者鼎，那上面这边少一块，那边东边是有一块，西边少一块，它是在其他的坑里面做编号，这边怎么有一块这种东西，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去慢慢去比对拼图，把它拼接起来了。所以它很奇怪，一个东西你如果要第一个为什么要砸碎？对，第二个你砸碎掉的话，你就丢了就算了，好几个不同的坑出现。还刻意去分散掉，不知道哈。那这个刚才讲这个龙兽虎兽龙啊，我们通常叫虎兽龙，因为它虎头龙身嘛。那这个龙出土的时候，它其实鳞片也是一样，是红色的，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在这一张啊，这个叫凤鸟，这个凤鸟你可以看到它上面那个冠啊。凤冠还有朱砂，里面还有朱砂红色那个部分，因为外面比较容易摩擦到，那它是银刻的方式，对，凹进去的，所以那个颜色保留的比较清楚。这个青铜凤鸟，它这个看得更清楚，因为它表面是比较大块平滑的表面，所以它那个涂装啊非常清楚，5层非常清楚。所以以前说用这种第一个这种青铜器，它证明的是。三星堆文化它是有色彩的，对。第二个，它又用了很高深的这种很高科技的这种所谓喷涂的方式，把它完成这样的一个涂装，太厉害了！怎么会这么厉害？等于说我不是我精细到我觉得越文明它其实是越精细。我不单是说我光是要用铸造啦、锻造了本身的这个青铜器工艺，我连美感上面，我连这个所谓的颜色上面，我都这么讲究。对。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我们看3号坑出土3号坑，考古学家说这个坑是叫黄金之坑哦，对，它金光灿灿了。那这个坑其实当时发现的时候，有一个重要东西，就是出土了一个很大块的金面具。这个金面具当时发现的时候，它是像纸一样被揉成一团的，所以它被破坏得很严重。你这么好不容易这么贴在这个青铜面上，青铜面具，然后你在外面不是贴得好嘛，你一定要把它拿出来，把它揉成像一段卫生纸一样丢在旁边。那考古学家是拿出来到实验室慢慢把它展开，然后不得了，是一个黄金面具，很大的黄金面具。我现在看到的这个黄金面具，它其实薄的只剩下一张纸而已。对，0.2毫米。那你怎么锻造出？怎么做出来的？对，我们可以做比较哦。左边这个比较大的是这一次挖出来，右边这个三星堆2号坑就以前上次挖出来比较小。那其实这个黄金面具以前就有做过一个检测，
它的厚度只有0.2毫米，等于是像金箔一样，像金箔一样，现在的金箔。对。那问题以前的打造技术，现在金箔是用机械把那个金子用强力这样压出来，一直打一直压。那以前你如果用铁锤锤，它没有办法像0.2毫米这么分布这么均匀，而且这么细，而且三星堆出土的比较薄的这种黄金啊，基本上很一致，0.2毫米，就差不多2张 A4 纸的一个大小。那我说它文明的一个高度很高，是我们如果跟欧洲来做一个比较，欧洲中世纪，中世纪是从那个西罗马灭亡，西罗马灭亡是公元476年，476年的时候西罗马灭亡，一直到15世纪东罗马灭亡，这一段时间1000年的时间叫中世纪。欧洲是在中世纪发展出金箔的文化的工艺出来。他们怎么做？欧洲很天然，他把这个金箔是用那个我们牛肠跟羊肠，羊肠牛肠外边有一个肠衣呀，我们的那个肠衣，那个肠衣很薄，又半透明的，那个肠衣泡在一种化学溶剂里面，泡了一阵子，然后出来晾干，晾干以后它会形成一种非常坚韧的，你捶打不会破。他们是用这种肠衣，然后把金子做成薄薄的那种长方形的小块，一片一片。包在这个2块统一中间，是大铁锤敲锤，要锤个几千次，要几个小时以后，它会形成一张金箔出来。但刚才讲这是中世纪，对，西罗马灭亡，公元476年以后的事了。即使让你算476年开始，离三星堆多久？1500年，1500等于说三星堆文明这种金箔的出现了，你不要小看它，比西方世界多1500年，对，多1500年。所以它发展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是为什么叫它说这是黄金之坑啊？这个也是三号坑的镇坑之宝，对，就是这个黄金面具。而且我觉得最不可思议，这个金面具经过这么多年，你揉捏成这个样子，它还可以展开，就代表说你当时做的有多么厉害了。对，展延那个韧性啊，非常非常高。黄金本来就有一点了，展延，但它捶打以后，这种韧性非常非常高，对，而且它保存到现在很好，它照讲这种金箔，在土里面很容易，这边稍微丢个石头，那边丢个，它要破碎不讲，它有破掉的地方，但基本上它保存了，还可以看出来是一个青铜面具，可以跟青铜面具做一个很吻合的对比。那另外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三星堆其实还有出土，这是上次1、2号坑出土的那个金杖。这个金杖140几公分高，所以你看它以前打造金箔的这种工艺，做得很精致，可以达到140几公分高，延展到140几公分。对，那这个金杖出土呢，告诉我们2件事。所以以前我们说三星堆文明它很不可议，这个金杖在中原文化里面没有这种东西，它是代表国王的一种权力嘛，权力。那这种金杖在商朝中原本土所有考古出土没有发现。它在哪里？埃及有，对，权杖，对，权杖。那这个金杖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形式？它跟西方文化是不是有密不可分的一个连结？现在还要有更多的证据出来显示。那个金杖也是0.2毫米。那你金杖，你看右边这个图啊，显示说它是一个商朝第3代国王的手中的权杖。为什么？商朝我们看以前。三星堆是蜀国以前第3代国王的一个蜀国的第3代。那以前那个古书那个华阳国志是东晋出土了一本书，长曲写的。那这个长曲写这个华阳国志，它是专门考在哪里？中国西南、四川、云南、贵州，主要这三个地方。所以他描写的这3个地方描写的风物啦、人土那个风情文化描写得很清楚。他就说，他这个地方曾经出现5代国王，在以前古代的时候，就古蜀国有5代国王。第一个蚕宠，教人民养蚕啊，种商业。所以刚才讲有丝织品。对，其实这个确实华阳国志写的有他一个历史的一个根据在。那第2代国王被抹掉了，叫伯冠，不晓得为什么被抹掉，他的历史。那第三代大家比较耳熟能详了。叫夷虎，夷虎鱼啊，鱼我们知道是鱼嘛。那虎这个字呢，一个像鸟字头底下一个鸡，
那鱼符这个符其实是一种像现在的鱼鹰呐，会捕鱼，会潜到水里面把那个鱼符是教人家渔猎的。那第三代国王也很出名，大家了解他。那这个金杖上面，它其实我们刚才讲0.2毫米这么薄，它是用嵌刻，用像钉子一样，用锤子慢慢打，敲。所以你刚才讲那些鸟、那些鱼的是用嵌刻的方式出来的，不会破掉，不会破掉。那你看它上面嵌刻的图案是什么？最上面是鱼，然后一个箭一样射过去嘛，鱼中间那个就是虎，就是现在讲的鱼鹰嘛，或者说野鸭一样，这个代表鱼虎的形象哦。底下它对称，底下鱼虎，那最底下那边有3个人头，人头上面有那个5齿冠，对5个像那个尖齿的那个皇冠，5齿冠，那耳朵有打洞，这个就是鱼虎，对有。所以它很多东西出土有证明，古蜀国它是也是有这个所谓统治阶层的，一代传一代，第一代刚才讲蚕虫，第2代被磨掉，历史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第3代夷吾，第4代非常有名，第4代在中国古代诗词里面大量出现李商隐，李商隐他有写到那个沧海夜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前面一句其实是什么？就是望帝春心托杜鹃嘛，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那这个诗非常有名，他那个望帝啊，望帝其实就是讲古蜀国的第4个皇帝，其实叫杜宇。那后来为什么叫他望帝呢？他那个古诗《华阳国志》里面也有写到这一段，望帝当时跟中原本土一样，他是禅位给第5代的国王叫鳖灵，那第4代国王望帝他让位以后，他很忧郁，他不想让位，但他因为第5代这个鳖灵他治水有功嘛，跟大禹那个讲法一样，他治水有功，因为当时这一块四川这一带有一个鸭子河嘛，三星堆这边有鸭子河经常泛滥，所以民不聊生。那结果这个第5代的国王鳖灵呢治水成功，德望太高了。那这望帝只好把皇位传给他，叫三让。三让以后他自己其实很忧郁死了以后他化成一只杜鹃鸟，所以望帝春心托杜鹃。杜鹃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杜鹃花，它是一种鸟类，化成杜鹃鸟。它飞到上空的时候，看着他自己古蜀国的这个大地呀，流泪啼血。杜鹃啼血，他太想念这块地方，所以望帝春心。所以在古代诗词里面也有几个这样的一个描述。对，好，那特别提到说，三星堆跟商朝是有一个神秘的故事的。对，那我特别讲，它跟以前中原文化还有一块技术上、工艺上非常不同的地方啊。它有一个叫新鼓的技术，我们看有一张图，它有一个红色的支架在那个青铜器里面。好，我们来看这张图。这个图是这个青铜器是从8号坑出来的，然后这个青铜器当时这个就考古学家跟科学家联合在研究这一块的时候，发觉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青铜像里面用 X 光照，它里面有没有这么一根柱子支架？对，像这种东西，那后来才发现，既然这个小丽人青铜器有，其他东西有没有？我开始去照，包括刚才讲的。我们讲青铜神树4公尺高，它为什么不倒？包括那个枝桠是弯曲的，它为什么不会3000多年不会垂下来，不会变形？它其实用的就是这种叫新骨技术。那这种新骨技术是里面，它里面把那个铜枝形成以后，铜枝要灌进去这个浇筑这个膜跟那个饭里面要浇进去以前，它先用那个柳木。柳树那个枝桠，或者用竹子打成像现在我们简单讲钢筋水泥，现在的钢筋水泥嘛，你如果梁柱里面只有水泥，没有钢筋，它很容易就碎裂，很容易断掉。所以它有钢筋水泥的概念，它就是以前的钢筋嘛，这个青铜器里面的钢筋，它在浇筑之前，它其实会把这个东西放比较需要支撑的地方，那个如果是有弧度的，它就把这个弧度先做出来，把这个芯放进去，有铜在整个出来成型，把它包在里面，外面看不到，但它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作用。
所以我们讲说它是古代的一个文明，是有这种钢筋水泥的一种知识，就那种一种常识在了。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很特殊，它跟中原的那个青铜器。中原青铜器就是灌进去出来，没有这种技术，所以三星堆文明它有的地方它确实是我们很不可思议，甚至觉得说它有些地方啊高于中原的那种青铜器的一个文明存在。这两天帮我们带来就是商朝跟三星堆，它这个青铜器，它这中间有相合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对。我们刚才开场的是在讲说，我这一次考古文献考古出来以后，那个文献报告到我手上，我看了入迷了，是它有2块很重要的意义。其实一个最重要意义是，以前我们讲说它是一个化外之地，横空出世，跟置外于中原文明的一块文化，完全没有关系的，有关系有关系。这次出来考古东西证据太多了，包括跟商朝的东西做一个比对。它基本上跟商朝是一个兄弟一样，早期的父母血缘是一样的，后来兄弟失散分开了，分家了，分家形成不同的一个风格的文化。那我们从哪里看呢？从这次出土的一个东西来看，它的证据。我们看右边这个司母戊鼎，我们知道是商朝的国宝嘛。对，当时蒋介石本来想要拿台湾的，拿不动，没办法，太重，拿不动。对，那现在也算那个大陆的国宝。对，国宝。那左边这个很高的这个是什么？是叫鼎尊跪坐人像，它上面是一块尊是一个尊，那底下有一个人跪着，手往前伸，这个手前面其实如果现在考据，它应该是有拿一个像造型像遗音刚才讲的那个虎符的那个了，对，这个跪坐人像跟铜鼎有什么关系？风格差很多啊。但里面找到一个证据，非常惊讶。先看你铜鼎，它上面也有破了一块，对吧？它其实真的也是支离破碎，这个铜鼎也是支离破碎。这个跪坐人像，它当时也是拼接出来了。我们看跪坐人像头部上面平顶的这个地方啊，从这边起算到最高的地方，到上面这个尊啊，最高的地方是115公分，这很大呀。对，很大，但这个大本身。很大的东西，很多青铜神是更大。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它这个其实跟商朝有关。商朝刚才讲这个司母戊鼎啊，你如果从这个最脚底一直到顶端了133公分，但这2个把手高度如果扣掉，不得了，115公分。所以你看它的尊115跟这个鼎也是115，这绝对不是巧合。那也可以了，你说单一可以是巧合，那单一我们不能做主嘛，我们可以看它出土很多东西。那这个尊我特别先讲，这个尊很好玩，当时出土的时候里面是什么？海贝，贝壳，海贝。可它不在内陆里面吗？对，你在内陆里面的这个等一下有空我会讲到，它跟台湾的有一些牵连在。就它有一个螺只有台湾才有，对，就没想到台湾的那个螺居然跑到了三星堆里面去了。对，其实我这边有一本书叫台湾史前文明啊，台湾史前文化史。那这个台湾史前文明的考证，它其实这个尊里面有5种海贝。那以前其实海贝是什么？就存钱罐嘛，以前是货币用的。货币。那这个海贝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保罗，这个保罗跟台湾以前颜辽文明出土的那个保罗是一致的。只有台湾有，而且只有台湾有。对。它是在热带地区，而且这种保螺很好认。我们小时候如果去海边会捡得到，它这种海螺如果捡起来，它颜色很亮，上面像镀了一层漆一样，很光亮，像乌龟的贝壳，黑色的一点一点，很漂亮那种保螺。那三星堆既然出现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是台湾独一无二的东西嘛，所以它出现了。那怎么过去？现在没有办法理解，是先到沿海地区，然后再往内陆跑吗？不知道。那四川它既然产生古蜀文化，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海螺出现，所以这个尊以前在商朝它用来喝酒、装酒了，它不是，它是用存钱罐换钱的。那主要是说它跟商朝的第一个连结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鼎跟尊它高度是一样的115，那表示这样的规制它不太可能巧合。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个义器在这次出土里面有很多嘛。最右边这个出土叫玉戈，这个我几乎不用解释，大家就知道，
常听我们看了历史节目的，这个歌是商朝文化的东西，但是它就是这个三星堆它做的不一样，是它的歌是用来祭祀用，因为它没有开前面不会做的对，这个歌也做的很大。那这个十节异宠是在以前那个商朝的那个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出土呢，它是属于比较长江文明的这一块，它不算嫦娥文明了。良渚文化前面的河姆渡文化也有。那这个十节异虫，它跟我们以前看，你到故宫随便一看，一大堆这种玉做的，就是这种异虫，祭天地都可以用了。最左边这一块是最有名的，叫一边章。一边章它很特别，是它上面有刻，有刻，你看它上面有一些花纹，对，有一些花纹，对，它其实也叫祭山玉章，它祭山神用的，上面有那个山的图案啊，有人的一个图案。那这个祭山玉章，它也算是义气里面的所谓义气之宝，三星堆的义气之宝。那你看这些形式跟商朝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我不讲这是三星堆出土，99.9%的人一定说这是商朝的东西嘛，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东西嘛。所以它玉器是非常类似的，对，玉器非常类似。第二个证据，第三个证据，我们再看了。我们看了《山海经》里面有记载说那个商朝有一棵扶桑树，远古时代有一棵扶桑树，在这棵扶桑树上面有9个太阳，树有9日嘛，上面还有一颗叫10个太阳，10日积其上。那在中国古典的一个传统讲法，或者说一个神话故事里面，就说后羿把9个太阳射下来了，所以后来剩下1个太阳。那这种传讲是中国中原的一个神话故事，对，神话故事。然后他也做出来的就是青铜神树，三星堆青铜神树，你看它那个枝芽最旁边的末端那边都会站一只鸟，对，那只鸟其实是很特殊的，它爪子只有3爪。那在中国古代讲说太阳的神鸟使者，太阳的使者就是神鸟，就三爪，叫三爪金乌，也叫金乌，因为从太阳出来亮晶晶的金乌。对，金乌。三星堆这个也是一样，青铜神树它9只鸟代表太阳嘛，因为是太阳的象征。所以这个青铜神树跟《山海经》的扶桑树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9只神鸟。上面呢，它其实在这个青铜神树最上面，它断掉没有找到。它其实上面应该还有，考古学家一般来讲都会主张说，它上面一定还有一只鸟，或者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造型，这种像太阳的一个东西。对，应该也是10日。所以商朝，我们说商朝很多东西跟三星堆，它是有一个连结的一个关系在，因为没想到《山海经》的神话是一样的。对，我们再回到商朝，除了刚才讲说颜色，你可以把刚才那个青铜器那个颜色再回答。这个青铜器这个颜色呢很特殊啊，这个也可以啊。这个青铜器颜色我们刚才讲，它为什么只选择黑跟白、红？黑跟红啊，对，黑跟红。那黑跟红，其实在商朝呢，是商朝的一个主色系。主色系，我这边还是有一本书很特别啊，这个一般人不太会去看，叫《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史》，它是一本历史，它是考据中国服饰从古代一直到清朝结束，对这个中国帝王啦、王公贵族啦、平民百姓，他的服饰的颜色、形状是怎么演变到现在出来的？这个是中国的五行概念是有关的，很有趣。那它里面就有写到，在商朝的时代，它其实商朝是主张黑色跟红色为主的色系的一个等于国家象征。那为什么？它以前有一个讲法叫天道悠远，人道昌明。天道很悠远，你只能敬畏，你不要去探究，你也探究不了。天道悠远，我们敬畏它。那敬畏它，其实天道它是用悠远嘛，所以它是黑色呢。黑色。人道昌明，人道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守一些规矩的，什么人道昌明，才会有所谓的。这句话其实不是商朝讲，是周朝后来去演绎出来。人道昌明，它就会所谓盛世太平，
那甚至太平一片就欣欣向荣嘛，它用红色来代替。说黑跟红在古代从商朝开始，它代表中国文明的一种象征，所以它颜色是有意义的。刚才讲五行也是颜色，黑代表水嘛，对，代表水。那商朝一直到秦始皇，你看秦始皇，我们以前讲说秦始皇出土那个秦俑什么，秦始皇穿的衣服黄袍啊，黑色的，不是像照我们现在想的是黄色，因为秦朝上黑。对，那其实从商一直到秦朝，一直到哪里？到隋朝隋唐之前，中国皇帝的主色红、黑。尤其是黑，大片面积，然后后来演变出来有点红，加上因为黑色可能太沉重了，那加上一点色彩，但色彩它选择也是红，所以它这个三星堆这个红跟黑它有意义。那它不用黄色了，黄色是隋唐以后皇帝用黄色才出来，尤其到清朝那个黄色明黄，对你不能乱穿，穿了会斩头了。然后我们看这个红跟黑这个颜色呢，在当时代表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三星堆呢，它为什么要红跟黑？它其实跟商朝，我们刚才讲很多证据显示，它有一定的一种连结度。红黑的色彩其实也是一样。它不去发展其他颜色出来，它不是不能发展。所以它的主色调跟商朝是一样的。对，其实你要发展其他颜色不难嘛，树枝啊，很多颜色什么的。我们讲说那个玛雅蓝啊，玛雅蓝它也是一样啊，玛雅蓝那个蓝色。我们看阿兹特克大逃杀那个电影，那个俘虏被玛雅人抓到了，或者阿兹特克人抓到，俘虏身上要涂蓝色的一个漆，那个漆很厉害，那个漆洗不掉，所以不怕你俘虏逃亡嘛，你逃到哪里，你那个漆就在啊。那个俘虏，那个漆，那个叫玛雅蓝，那个玛雅蓝它也是用一种树叫野青树，所以以前古代文化一样，我们讲玛雅神明文明也是很多不可思议，它用野青树。加上一种土叫玻璃土，玻璃土它里面含有铝跟镁，然后把这个野青树的树枝抓起来跟这个玻璃土的土啊混合水灌进去，混合搅一搅，它出现蓝色的东西，刷在器物啦，你要美化器物或者它颜色洗不掉，1000年你日晒雨淋强酸强碱没有办法破坏，所以玛雅文明有它一块地方，那商朝这一块也是一样。好，那都是啊，你提到说。现在这个《山海经》跟整个三星堆的文明，《山海经》其实是中国一个非常神秘的书。刚刚讲，没想到它的这个所谓的青铜神树跟这个扶桑树是一样的。它不止如此，刚刚讲它的这个所有的很多的造型，三星堆很多造型。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青铜神像跟那巨蟒，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兽，基本上都长得一样的。对，我们看前面那一张开始，我来那个青铜神树刚才讲过了嘛，是9个太阳了哈。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张，这张非常有名的是《山海经》里面讲到中国的春神，春天的春神他会教人们春天到了开始要播种了。春神的形象在《山海经》形容的就像这张图，人头最主要是人头鸟身，人头鸟身。三星堆出土的那个青铜人像啊，它有一只，你看它这个。也像人头，对，人头翅膀你看就很清楚是鸟身嘛。所以我们讲说《山海经》，以前讲《山海经》是不是大家在质疑它是一个神怪志异的一种小说？其实后来它很多东西证据出来，它是一个博物志，它是可能有到过，因为《山海经》不是一个人写的，它是很多人在这中成书的过程，可能有人到过古蜀国这边看到很多他这个青铜器，回来讲有一个国家，它里面的人长这样子，出来了，所以他把那春神郭芒这个叫郭芒的一个形象，就用这个所谓三星堆的青铜器的造型做一个对证。那这个是其中之一，青铜树这个是第二个，还有我们再往下看，还有是这刚才讲。非常有名的这个叫虎兽龙，这个虎兽龙，它第一个高，第二个你特别看它前面那个头的部分中间有一个头，那个虎头的部分，它虎头是有长角的。对了，你仔细看有没有长角？长角，然后虎头龙身，那龙身是彩绘的，彩绘，还有一个很特征是它那个尾巴长到不行，对，太长了。那这个在《山海经》里面也找到一个对应，叫周吴。
周吴这种神兽哦，周吴这个神兽，你看我们不用文字。不练文字记啊，你看这个图基本上就是这个，他也写《山海经》也写这个周吴这个神兽很特殊，它这个虎头上面长角，然后身体五彩斑斓，最终它后面写尾巴比身体还要长，它尾巴很长。那这个跟这个虎兽龙出现，它又做了一次对应，所以它对应很多我们这跟《山海经》有关。对，那等于说以前有中原本土这边的人。有跑到三星堆这边来看过，那看过它就会形成一种连结嘛，对不对？所以三星堆我们现在讲，它这一次出土证明了很多东西，那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是跟中原文化脱离不了干系，尤其是跟商朝脱离不了干系。是啊，另外三星堆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它挖掘很多东西根本不是三星堆这个地方应该出现的。我们刚刚讲，它出现了一些宝螺。那个宝螺只有台湾附近才有，而且听说在澎湖附近才有的，就那些居然贡寮那边才有的。结果呢，现在居然跑到了这个所谓的三星堆里面当成货币，而且它出现很多的象牙，出现很多当地不应该有的海产东西出来。对，其实在1986刚开始挖1号坑跟2号坑就有发现象牙，但那时候数量不大，120根。那这次3号坑跟8号坑一挖不得了，1000多根。这么多象牙，对，很多的象牙，而且它象牙其实它在坑里面有一个一致的方向，牙尖啊，它指着一个方向，它不晓得有什么特殊意义啊。在三星堆我们没有证据不能讲，但只能说现象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但重点是它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地方是，三星堆四川是哪来这么多的象牙？对，1000多根了，而且我们刚才讲，现在考古出土的只是1%、2%而已，我相信以后一定还有更多出来。那这个象牙的存在，它显示一点三星堆文明，它以前这个古蜀人是不是有跟商朝这边有联系？另外，它跟西方世界这边也有联系，尤其是跟我们现在讲东南亚啦、印度啦这边有出产象的国家有联系。但考古学家提出一个我们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他说不一定啊，你怎么知道它一定是进口的？它可能是本土的啊。那有象，那本土有象。那你就要先证明嘛，所以后来考古学家先提出一些观念，就是说你要象一定有象生长的环境，当时的气候。那他们在研究大概3000多年前的时候，中国的一个气候，四川是水草丰美的一个地方，是有森林大树。它现在在那个古河道里面，古河道里面出土了一些像乌木很大。然后里面有一些蕨类啦、草的那种蕨类啦，什么其他各种啊，包括一些种子都有。那就是说你大象在这边生存，第一个没有问题，现在提出环境的东西没有问题。然后考古在中国考古里面其实也有，以前在那个殷墟文化里面有出土那个象牙的雕刻，其实它有象牙。还有在一个古墓里面发现它是整座那个象的遗骸象的遗骸，还有2座，一座哈里面有一个大象，那还有一只小象的那个骨骸上面挂一个铃铛，所以表示以前有在养大象当宠物或者做什么劳力工作，不知道啊。所以中国以前其实也有出现大象，那现在要探讨就是大象到底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那学者提出来是第一个，气候文明，中国古代气候文明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那另外就四川这边后来气候变化，这个大象就迁移到哪里？现在的一个叫银梦大泽这个地方。所以银梦大泽的刚才讲那些象出土的东西，在银梦大泽出土，慢慢也发现了不少。有没有？所以这个象牙出现，现在一个最大的谜团，有三星堆里面的一个谜团之一啊，它到底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现在还没有办法定论。那现在我们讲说。大概1986到2021重新开发，经过35年的时间不敢看，其实跟这个象牙也有关系。你看这个上面这个象牙，它已经腐蚀得很严重了。它其实象牙也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嘛，它在土里面经过地下水、地下那个土的盐分啊，侵蚀它基本上有些已经腐蚀掉。那所以你整个挖出来以后就坏掉了。对，然后你看底下这个看起来还好，对不对？它其实中间已经好像被蛀虫一样蛀掉，都已经分解了，是中空的。
那你现在技术，你如果全部把它拿到地上来，它分解的会更快。对，那再加上空气氧化什么东西呢？你没有办法保存技术还没有办法把它复原或者保存的话，你就让它在这个原地继续考古用。所以象牙跟海贝在这个三星堆里面，它占有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它也是一个谜团。这个海螺居然跟台湾有关系。另外，它其实有一个人叫黄文螺，黄文螺是什么？那个螺在螺最底下那个边边啊，它有一条金色的橘带，有像金色的那个橘色那个带子。黄尔谦那个黄文螺是在哪里？是在印度洋才有哦，你知道？所以刚才台湾海峡，如果大象从印度洋过来，那这个黄文螺是不是也从印度洋这一带？包括印度啦，包括东南亚这边更不用说过来的东西。所以三星堆它是一个既跟中原文化有关系，跟自己本土发展高度文明有关系。它跟东南亚这一块，跟欧洲的西方的文明，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如果要讲啊，三星堆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东西，真不得了。很多人一定觉得听不过瘾，很多人觉得意犹未尽。我们在上一集的这个所谓的商朝减商的时候，很多人说哇，怎么不知不觉就听完1个小时了？不用担心，市长答应我们了，他会定期来，我们会慢慢的把这个三星堆的故事、中华文明故事、世界历史的故事一一的告诉大家。谢谢社长，谢谢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政协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